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来连接一下你的2024年下半年运势的一个能量重点。那今天呢，我们会在这个下半年的这个开始的7月份为大家去连接你整个从当下年中到下半年2024年结尾之际，也就是12月31号之前那么你的一个运势，它的能量的流动情况，它的一个重点在哪里？今天我们的这一期占卜呢，会分3个不同的部分首先呢，我们会来为大家去做一个验证，我们也是去连接你的能量，来看一下你2024年的上半年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这边能量的一个呈现，然后呢，我们就会来做一个预测，下半年运势究竟这个能量流动会朝向哪个方面，重点会落在你生活当中的哪里。最后呢，我们也会来提出就是指导灵当下给你的提点还有建议。所以说，如果你对你下半年想要去看你下半年的运势，想看你下半年的重大事件，或者是说你想得到来自指导灵和宇宙的指引提示的话，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选牌。今天的选牌呢，还是和往期一样，那么我呢也提前的收集了一下你们的能量还有信息，然后呢把它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塔罗牌组里好，那我们呢就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第3组，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好，第1副牌的朋友，今天为你们选的这个能量宝石是这个蓝鲸 Aquamarine OK 这个有朋友问为什么蓝鲸会是绿色的这个不是蓝颜色的蓝，就是那种它的名字就是蓝鲸我也不是很清楚还挺有意思的，大家很心细这个是 Aquamarine 它的英文好，这个是第1个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回下面吧。有些朋友喜欢在下面选石头那我们就需要把牌往上移一下好，第1组蓝鲸 OK， 然后第2组呢就是我们的粉水晶石柱这个是粉水晶 OK， 第2副牌的朋友好，我们把它往上移，然后呢把石头放在下面大家喜欢这样子的一个结合是吧？好，这样然后我们看这是第1个、第2个，然后第3个呢就是白水晶白水晶石柱、白水晶。好，我们也是把牌往上移一下，白水晶我们今天一共是3副这个不同的塔罗牌组第1个是蓝鲸绿色的，然后呢第2个是这个粉水晶，第3个呢是白水晶。塔罗牌组方面，第1组呢绿色的是好运塔罗我们看一下，就是这样子的好运塔罗第2组呢是这个天使塔罗牌我记得是叫天使塔罗牌，然后这个是里面是这样子的蛮有复古风的一个很老的一副牌这2副牌都很老，其实都是很老的牌。然后第3组呢是一个小众牌这个是白色塔罗吧，好像是这样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OK， 里面是这样子的好 OK， 那为了方便呢你跟每一副牌的能量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连接，那么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2024下半年我的运势重点是什么样子的上半年的总结，
来自下半年的预测，以及当下指导灵给我的重要提示还有建议，分别有哪些呢？请宇宙给我指引，请宇宙给我提点。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啊，这个塔罗牌组或者是能量宝石。那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一下，究竟哪一副组牌，哪一颗水晶在当下呢和自己是最有对应、最有感应的。那由于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大众占卜啊，所以有些朋友如果在选择牌组的时候呢，觉得其中一副牌卡，然后呢另外一颗宝石，同时呢都吸引自己或者是有感觉的话，那么你可以2组都听听看，因为呢有可能你的能量还有属于你的信息啊，确实是被分到了2副不同的牌组里。OK， 那如果呢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我们就一起来连接你2024年下半年的运势重点吧。那我们待会儿见。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选的是 Aquamarine 蓝晶。好。那今天我们要来连接的是有关于你2024年下半年的一个运势重点啊。首先呢，我们今天讲过啊，我们今天是3个不同的部分来验证你的上半年，来预测你的下半年，最后呢是指引啊，指导灵的一个指引和建议。所以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抽2、3张牌吧，先来验证一下，先来总结一下有关于2024年的下半年啊，大家去感觉一下这个能量是否和自己是有感应的啊。好，我们首先来抽牌啊，宇宙告诉我们，选择到第一组蓝晶Aquamarine的朋友，你2024年的上半年啊，我们这个能量是怎样的？好，第一张牌呢是星星牌的逆位。好，第2张牌呢是这个土元素的一个信使。好，第3张牌呢是这个吊人的逆位啊，吊人的逆位。然后我们今天也有一张这个神谕卡啊，这个是我提前帮大家抽好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1张牌啊，这个是 Trust。好，我们来看一下你的上半年啊，2024年的上半年也算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验证环节了啊。第1张牌这个星星牌给我的感应非常的强烈啊，它在告诉我，很多朋友其实对于你的上半年的生活里，你们其实对于生活里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是抱有很好的心态吧，对，一个很好的心态再去预测着未来，或者是拥抱着未来，即使你们的路啊，眼前的路，也就是我们在讲上半年的那个路啊，其实还是有一点艰难的，或者是说你可以看到你的阻力，你可以看到外界的阻力，你可以感受到这个外界环境的一些难度或者是强度，但是你仍旧我觉得心里应该是在调整着自己的一个节奏，调整自己的脚步，跟着外面的能量的运作或者是变化而变化着自己的一些东西啊。星星牌的逆位，我们这里是一个 trust 嘛？什么叫 trust？ 相信。什么是相信？就是外面有很多的点点，大家看啊，这张牌外面有很多的点点，这个点点代表着外界一切的变化是我们不可控的，但是呢，我们的心在里面，意思就是说，我们把外界的能量把它给隔开，我们不再因为外界的这些点点啊，你动我就动，你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可能以前是这样，但我现在不这样。我现在是看到外界的变化，你看星星牌的逆位，我知道外界很多很多的变化，但是我的心里仍旧相信自己所坚定的那个未来，这就是信任。啊，这就是信任。这张牌跟我们的星星牌逆位，我觉得是一起，我觉得是奠定了整个第一副牌的朋友选的蓝晶的朋友啊，就是这种一股很清凉的、很淡定的勇气，在你们的上半年，我觉得这个能量里面是有所展现的。其实也许未必你们就很好运，或者是未必你们就觉得很舒服，但是我觉得有一股力量，就是在你的心里扶持着你。继续前行，扶持着你继续前行。
那么我们的第2张牌呢是一个信使啊，这个是一个土元素的信使，说明很多朋友在上半年可能收到了好消息，或者是收到了 offer 啊，这个 offer 可能是工作上的，可能是跟学业相关的，可能是我们在讲你的这个医生告诉了你好消息啊，你的身体变好了，或者是你的新的治疗方案已经有了啊，你可以朝着这个方向让自己变好。我觉得是一个好消息，是一个新消息，关于你的物质世界里的一些事情，比方说工作呀、金钱学业呀、家庭啊，或者是你的身体健康啊等等相关的信息，你收到了好消息。这个是上半年，我觉得这条好消息也应该是在你的心态上给你打了一个强行针就是我知道我可以我是有希望的，我能够走出这个荆棘之路，就是给大家一个信仰像信仰一样的东西在坚定着你的决心。那么第3张牌呢，关于我们的上半年这个总结是吊人牌的一个逆位。这张牌有关于时间吊人牌的能量，我觉得是有关于时间。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你们有一种跃跃欲试的以及能量更迭的感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也许你们心里也是觉得说自己这个随着好消息的进来，随着生活的变化以及你心态的调整，即使你可能还没有起飞，在上半年对吧，你还没有起飞，还没有飞起来，或者是在上半年你其实还是有一些压力，或者是心里还是有一些负担感，或者是觉得很多事情你想动但动不了，可是呢你知道快了这张吊人牌给我的感觉就是有关于时间，我觉得你是感应到快了。那么吊人牌的逆位就是说马上就要起飞了其实吊人牌比较像是一个阻塞阻滞的一个能量，就是说你停下来，停下来干嘛呢？停下来我们可以去思考可以去总结可以去疗愈可以去做一个身心灵的调养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吊人牌的逆位更多的是一种我要慢慢的让自己整装待发，我要慢慢的让自己调整好脚步，因为这个翅膀已经在抖动了，我想飞起来。大家看这个能量我想飞，或者是你觉得心里说我要飞起来，这个飞起来的时间可能现在没到，但是你已经知道快来了。所以我觉得上半年我们看这个运势我觉得总体来讲，第1副牌的朋友选择到蓝鲸的朋友，就是在冷静当中去筹谋着，或者是说在阻力当中继续坚定着你的信仰，在好消息的这个一点点的好消息 messenger 这个是一些好消息，在好消息当中去相信那个未来的美丽这个对于未来的憧憬，我觉得这个能量是很好的。所以我觉得第1副牌的朋友总结你上半年，我觉得你心态不错，好的心态非常的重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能够你在帮助你，我觉得是吸引好运。我们在讲世界吸引力法则，你想什么来什么，你相信你有，你就会有尽管这个吊人是一个时间的阻塞，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快来了，因为已经逆位了，它已经颠覆了，这个翅膀已经要跃跃欲试了。所以下半年我们来看一下第1副牌的朋友，你下半年的一个运势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来抽牌。OK， 第1张牌火元素4的逆位，这个稳定已经要破了好，来看一下变化有变化。来，下半年运势的一个重点，我们来看一下第1副牌的朋友我们来抽牌。看一下下半年的运势选择到第1副牌的朋友，下半年你的运势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这里有一张力量牌逆位的下半年的运势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来问一下宇宙。土元素7的逆位，好，火元素7的正位 ，OK。最后我们有
火元素5的逆位，然后有一个隐士牌的逆位。OK， 来看一下啊，看看下半年啊，这个第1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运势是怎样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首先第一个特点吧，我们来看一下啊。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第1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落在哪里啊？下半年我们可以从这个牌面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你们下半年的能量落在了火跟土，对吧？以火为主导，然后土元素呢在里面去加持和加固。啊，你看我们今天啊，火元素第1章、第2章、第3章、第4章，那么有大多数的这个能量是落在火元素，然后有一张大牌。大牌是力量牌，它也是跟火元素息息相关的一个能量啊。然后呢，我们看到了土在里面做加持，我们有土7，然后我们有一个隐士牌，隐士牌也是一个大牌啊，它是走这个土运的一个能量啊。所以我们今天很明显啊，第1副牌的朋友，下半年你的运势是火运和土运的一个结合。那么在元素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火元素和土元素。那么火元素作为主导，其实它有关于改变。火是比较灵动的，它是在燃烧的，在每一刻的燃烧的过程里面，它都在进行着变化。这个变化，我们肉眼是比较清晰，能够看得清楚的。而且火元素呢，带来了一种温度，对吧？火很温暖，或者是它很热，很炙热，所以我觉得有一种很热血、很有冲劲的一股。我觉得是行动的能量啊，这个运动的能量是聚集在你们下半年的。所以第1副牌的朋友，下半年你们的运势啊，我觉得元素里面火元素为主，它就是有那种动能、动感啊。比方说有什么出行啊，或者是会比较忙啊，或者是说下半年你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安排跟这个交通有关的，对吧？跟交通有关的，下半年啊，或者是有一些比较人气比较旺的，这个也是火啊，人气比较旺的一些事情，可能也会聚集在你的这个运势里面。那么我们又加进了土，这个运势里面加入了土元素，那么土元素呢，会把这个火变得比较的稳定那么土呢，一般跟我们的根基是相关的。我们在讲我们的根基，落叶归根对不对？那么土元素它讲的是一种稳定性。它讲的是一种基础，它讲的是我们的身体，对吧？我们的身体是我们每个人灵魂唯一的家，这一生这一世唯一的家。这个土是很重要的，它是一个像一个那个我们在讲那个魔术里面的那个 cauldron， 就是那个烧的那个炉那个炉。所以火元素呢，它也是要有一个炉，要不然那个火就乱烧，就会成为危险。那么火元素一旦有了这个容器，有了这个炉，就是炼造，对不对？就是炼造。所以我觉得土元素加在你们下半年的运势当中，其实反而更加的让你们的火有方向性、有目标性、有重点性，对吧？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首先第1张牌吧，就是这个火元素4。那么火元素4的能量放在这里呢，我觉得是一种稳定要破掉稳定要破掉。稳定呢，它是一个怎么讲，两面的能量。有的时候我们要稳定，因为稳定很舒服，没有变化，我们就觉得很安全。但稳定要破的时候，说明大家要改变，或者是有更好的或者是说有新的东西在等待着你去挑战。所以火元素又加上4号元素的逆位，我觉得第1张牌呢，就代表着下半年第1组牌的朋友，你的运势一定是变化，不是进入安稳，而是从稳定中发生变化。那么这个变化是什么方向呢？我们第2张牌是个力量牌，力量牌呢，它其实是在讲一个比较相反的能量之间的一个融合，或者是相反的能量之间的一种相处性，或者是怎么样去让这个不同的东西在一起发生一些碰撞，不一定就是大家要和平共处，有的时候就是碰撞。在碰撞的过程当中，我们既能看到自己，我们也能看到对方，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是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的优点，有的时候也是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的不足。所以力量牌出现以后呢，我觉得第一个，在变化当中，第1副牌的朋友，下半年你的运势里面我觉得是伴随着相反能量。这个相反能量有可能是来自于一个人，他跟你非常不同
啊，他跟你非常不同，他跟你能量是相冲的，或者是他能量跟你是相反的，他跟你的能量因为相反，所以极致的吸引和拉扯。我们在讲吸铁石南极跟北极，绝对的相反，但是呢却绝对的吸引啊，两个人一靠近就要叭贴在一起，这种感觉。所以力量牌的逆位，我会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也许下半年你会遇到一个跟你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或者是跟你完全不一样的性格，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为人处事的方式。这个人可能跟你比方说待人接物啊，这个不一样，或者是说你们两个人性情啊也是不同的，相反的。我们这里看到是阴阳的能量，看到是一个文明和野兽之间的一个拉扯，对吧？力量牌。这张牌呢，它也有在讲所谓的因为相反，然后呢两个人可以相互的去学习，或者是我们在讲能不能够在碰撞当中发生1+1大于2的这种效果。那么无论可以还是不可以，我都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下半年你的运势当中会迎来变化。这个变化是通过你遇见一个跟你很不一样的人，或者是说你会被这个人发现啊，你会被一个跟你很不一样的人发现，那么你就会是遇见他，然后呢跟他相处，然后跟他两个人在能量当中发生一些碰撞啊，你会看到关于自己的一些东西。我们来看一下力量牌，其实这张牌挺有意思的。我们看到这个人啊，这个人呢他戴了面具，狮子没有戴面具，但是人戴了面具。人戴面具，他是而且他手上拿的这个树枝啊，他想接近这个狮子。狮子呢是属于森林的，他戴了面具，而是这个面具都长出了那种像树枝一样的东西，对吧？手拿树枝代表着丛林。那么我觉得他是有一种相当于靠近，以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靠近，以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去我觉得是走近。因为有的时候好跟不好，能不能相处，或者是相处好不好，其实也是要通过相处了以后才会知道。当我们排斥走近对方，或者是当我们排斥对方靠近自己的时候，其实都是在拒绝任何的一种机会和可能。这个能量发生碰撞啊，无非就2个结果，好的和不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屏蔽这个可能的话，那么这个结果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什么都没有。对吧？没有可能，没有变好的可能。虽然没有变坏的可能，但是也没有变好的可能。所以呢，大家也要去看一下自己啊，在这个能量的这个调整里面，你是怎么想的？因为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啊，在上半年的能量里，我看到了你们的 trust， 就是这个信仰啊，我觉得你们有这个好的一种心态，或者是一种相信自己的一种自信心吧。其实我觉得还是在你们的能量里，上半年是很强烈的。那么这个能量如果持续到下半年的话，我觉得你们会迎来好的机遇，好的可能性，至少生活有新的这种能量的注入啊，能够让你们去感受，能够让你们去看新鲜事，让你们去打开这个世界啊，在你们心里的这个大小和这个空间感。OK， 力量牌。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看一下吧。然后我们的第3张牌是什么呢？土元素7啊，我们看到土了。土元素7放在这个地方呢，在告诉我，第一副牌的朋友，其实你们的生命啊，走到当下的这个能量点，2024年的年中，我觉得你们之前的上半年已经在某一个项目、某一个人身上投入了不少的精力、时间，甚至是金钱啊。那么你花费了这么多的精力，看到了这个结果，我觉得在年终的这个地方，其实你们心里已经有了一定的评估，就是说啊，值不值得呀，或者是觉得好不好啊，或者是你觉得接下来还要不要继续呀？其实你们的心里我觉得是有评估的。那么下半年呢，我们看到土元素7，它代表着什么？它代表着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第一组的，我觉得你们有可能会选择变化，而不是继续。这个变化呢，它的方式有很多种，比方说，接受新的能量，接受新的可能，但是原来的呢就继续啊，但是可能不会再像原来一样全身心的去全部关注到一个地方。就像我们讲啊，投放这个精力就像投资一样。我们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叫集中力。但是我们也可以分散，我们可以把鸡蛋放在2个篮子里，或者是3个篮子里。原因出于各种考量，对吧？也许是
规避风险，也有可能是看到新的机会，想去闯一闯，想去试一试。所以我觉得土元素7放在下半年的运势里又是一个逆位的啊，其实让我感觉到的是一种变化，就是可能上半年你在某一件事情、某一个人身上投入了很多的精力。你看我们这里啊，上半年还有一个土元素的新消息、好消息，代表着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在下半年可能要在这个新的能量身上放更多的精力，放更多的时间，或者是改变这个方向，改变你的重点，对吧？我觉得是有一些变化呢，会在下半年的时候啊，有这种比较强烈的一个能量的凸显。土元素7，那么这张牌呢，也代表着啊，就是年终的地方，也许你们有了评估，这个评估让你们有了决断，或者是让你们有了这个决心，让你们想去做决定了。包括我们这张牌 Trust， 可能之前你做决定的时候呢，是分析利弊，可能是看外面的人，看外界的环境，看别人怎么做，你就跟着去做。那么 Trust 一旦有了，信任一旦有了，那么这个决定就来自于你的内心，不再因为外面的人给你的指引啊、建议啊，然后你就去听从，或者是觉得被他们影响，更多的是用自己的心去完成这个指引和方向。Trust。我们来看接下来的能量啊，接下来的能量呢，我们有一个火元素7，这张牌让我看到了有一部分的朋友在下半年啊，你们会成功。这个成功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在阻力当中去成功。因为我今天看到了力量牌，力量牌代表着相反的能量，对不对？相反的能量，跟你相冲的能量，或者是跟你完全不一样的能量，这股能量会让你感觉到压力，会让你感觉到挑战，但是也会让你觉得相互的吸引，让你觉得非常的新鲜，让你觉得非常的刺激。那么当你们的这两股能量发生碰撞了以后我们看这个能量的流动，我们有一张正位的能量在这里非常的凸显，就是这个独角兽占领这个制高点，说明这种碰撞，这种大不相同带给第一副牌的朋友，其实带给你们并不是冲击打压，而是在磨砺当中、磨练当中，让你们遇强则强了。无论这个人、这个能量、这股能量的呈现和显化的方式是以一个人、一件事，我都觉得你们在下半年会遇强则强。那么火元素7的这个能量是让你们站在制高点，发现自己的特别。因为我们上半年已经有了这个心、爱心、这个信仰、这个相信也就是外面的这些点点，他们已经不能够再像以前那样去影响你，可能是影响你的心情，可能是影响你的决定，可能是影响你的判断。但是下半年不同，下半年我觉得你会挣脱这种影响挣脱这种影响。上半年可能是强行的在让自己去更多的信任自己，但下半年我觉得这个能量会更加的运用自如，会更加多的相信自己的决定，更加多的相信自己的判断，更加多的去相信自己的直觉和灵感，告诉你的下一步，告诉你的接下来，告诉你的前进的方向。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独角兽本来是一匹马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是一个独角兽站在制高点，其实外面还有很多的，你看这个火一般的能量他们不再是干扰和影响，反而成为了你照亮前方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象标一样的东西。就是说通过分析和对比，通过你跟外界能量的一个这个碰撞，比方说别人怎么样，或者是那件事情怎么样，反而让你看清楚了你自己的能力，看清楚了你自己的一个优势，看清楚了你自己其实应该怎么走比方说你发现自己我就是千里马，你发现自己我是白马，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很纯洁的，或者是一个很纯净的一个灵魂，我不能够跟你们同流合污，我也不想跟你们同流合污一条简单的路，一个纯净的路更加适合我，对不对？所以在这种对比当中，反而看清楚了自己究竟属于哪条路，究竟属于哪个族群，究竟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前进我觉得这种清晰度、清晰的认知能够带给大家强烈的能量的或者是运势的一种提升我们这边看到是火元素7站在制高点，看到了这个看清楚了自己的情形，看清楚了自己的脚下，看清楚了前方，这个非常厉害。那么再来呢，因为是火，所以代表着什么？速度。
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冲劲。所以我觉得这个运动的能量在下半年的接近年尾的地方啊，这个可能是11月份、10月份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的运势会来到最极致的一个顺应。那么在这个地方，你们会有最好运的一个加持，你们也会感觉到自己就像那个你看这个白马啊，就是要冲过去了。你要行动了，你知道这个要怎么行动，你也知道怎样行动才能快速的实现自己的目标啊，这个是火元素7。那么最后呢，我们抽到了一组牌啊，它其实呢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能量。我们今天看的是2024年的下半年运势嘛，所以它这个最后的一个能量其实是到年尾，到2025年这个转的这个时间段啊，它有火元素5，然后呢有一张隐士牌的逆位。这2张牌呢是火和土元素的结合，它让我看到是什么呢？新的大门在年尾的地方会为你展现出来。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在年尾就是冲过去嘛，冲过去，我们所谓的比方说要定了某个东西，对吧？冲过去，或者是说一定要达到某个目标，冲过去，一定要比方说做成某件事情，也是冲过去。对吧？这个是加速度的一个感觉，在年尾，它是一个能量的极致和呈现。那么到最后的最后，以及2024到2025年的转向的地方，我们看到是火元素5和隐士牌的逆位。这个地方代表着什么呢？我觉得很多朋友在最后的最后这个运势它其实会往土元素转到什么呢？转到另一个大门，转到另外一个可能是机遇，或者是转到另外一个你想在某一个道路当中我们刚才讲首先是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你发现这个新机会，或者是发现这个东西不值得，你就把鸡蛋分在2个篮子里、3个篮子里。但是呢，当你尝试以后，你又发现有一个路，或者是有一个篮子特别值得你去经营，那么转而把2个篮子和3个篮子里的鸡蛋又回放到另外的一个篮子里。虽然看起来好像还是鸡蛋落回了同一个，就是一个篮子里，但是却不再是那个篮子里，是新的篮子里。所以我觉得这个能量就是这样转就是这样转。火元素5的逆位呢，其实我觉得很多的矛盾和冲突在年尾的地方会变得非常的温和。你会看到就是可能有一些化敌为友的这种好能量，或者是有一些你觉得没有必要再争，没有必要再抢的一些事情不值得的东西。那么隐士牌呢，就是这个新的大门我觉得这个隐士牌是新的领悟，新的大门将为你开启，但是这个能量还没有到这个能量是我多抽的一组牌，这个能量还没有到，我觉得它会到2025年的上半年，可能你会就是对这个能量会更加的有感觉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会走上一条新的稳定的属于你们的正确的路，你们也会在那个新的道路当中我觉得是看得更加清楚，就是自己属于哪里。那么这个门、这个方向、这个路呢，就会更加的顺应于你了就会更加顺应于你。好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第2个就是我们今天提前抽到的这个神谕牌，也是代表着你下半年的运势这个能量是什么呢？给第1副牌的朋友，下半年抽到了木星双子木星双子。首先我们讲一下这个牌，先讲一下木星吧。我觉得木星的能量呢，就是在扩张。那如果上半年大家看到了好消息，看到了好的苗头，看到了好的势头，下半年呢，就是这个能量的爆发期爆发期。因为这个木星它会带给你加持，带给你扩张，带给你更加大的一种格局观，或者是这种想法。一旦你有了一个小小的苗头，有了木星，就会我们在讲火种就变成了熊熊的火焰，这个就是木星带给你的能量加持。那么我们的木星呢，落在了风象双子的能量里那么双子呢，是一个非常聪慧，比较对这个信息媒体传媒消息对吧？新的什么动态时尚先驱对吧？这个前沿非常的有感觉。所以木星到双子呢，我觉得很多朋友就是在下半年的时候，我觉得你们的这种理性的收集信息的能力，以及理智的去运用这个信息，它会让你在人际关系、在职场、在工作、在谈判当中我觉得是发挥的淋漓尽致。
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会非常，怎么讲呢？就是很容易的吧，解决很多你身边当中的关系。这个关系啊，其实最难办的呢，就是亲密关系、亲戚关系、家庭关系，因为这些关系太近了，所以很容易产生摩擦。但是我觉得有了木星双子的能量，很多朋友在下半年的时候，我觉得跟亲戚之间的关系还挺和谐的，包括你跟爱人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七大姑八大姨的关系啊、邻居的关系。那么反而在这些亲密的关系当中，或者是亲近的关系当中，会带给你一些好运，或者是带给你一些好消息。在他们身上你能够找到一些机会，或者是说他们能够给你机会啊，这个是下半年你的一个贵人的方向，就是这个亲戚朋友。再来呢，我们这张牌啊，它的能量有个什么啊？它有一个魔法师在变戏法的这样子的能量。我们看啊，这里是一个女神啊，她手持2个东西，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蝴蝶啊，其实是蝴蝶，但是呢，我们却感觉它非常像什么？像那个斧头，对不对？那蝴蝶呢很软啊，它非常的这个就是很脆弱嘛。那斧头呢给人的感觉是什么？非常的强硬，非常的有这种杀伤力啊，有这种攻击性。所以左手和右手，手心和手背，大家看到的和实际的东西有的时候未必是一样的。那么这张牌就是在告诉你2个能量信息。2024年下半年的运势重点啊，有很多的朋友呢能够用你们的聪明和智慧，你们的说话方式、沟通能力，让自己我觉得是在这个台上，因为我这里是个新能量啊，是个土元素的这个信使嘛，我觉得能够让你们在新的环境或者是新的人际关系里面啊，能够让你们突破重围。因为这里是一个木星嘛，就是给人第一印象非常好，让别人觉得你很有，让别人觉得你很牛，让别人觉得你很有料啊，很有货。就像我们看到这个蝴蝶，其实它是蝴蝶来的，但是我们却觉得它是斧头，因为这是一个女神，她是一个魔法师，她就是让你误以为她很厉害。因为很多魔术都是假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魔术有的是假的，它其实是一种戏法，它是一种，就像我们这里的英文单词吹牛啊，是吹牛，是鼓吹，它不是真的。但是呢，这种聪明才智，无论是在商场，在这个人际圈，还是在这个面试，还是在这个打交道的时候，其实还是挺有用的，对吧？一个好的第一印象能够为你加分呐，去提升你在某人的面前的印象，去提升你的个人实力，它需要时间啊，它需要很多的时间。但是如果我们能快速的，就像做那个能量加持器啊，那是一个好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木星双子嘛，就是在讲下半年的运势当中，大家一定是有这种好运、贵人啊，这个能量加持器的这种通过你的这个聪明才智啊，能够让你去做加速器，让你去做这种就像有一个加持的东西，能够让你好运嘛，能够让你更快的、更加容易的达到你的目标啊，达到你的目标。所以我刚才讲啊，你的贵人运会在你的亲戚朋友当中，亲近的人那里啊，找到你的贵人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下半年的时候，大家不要去害怕，不要去过于的保守，用你们的聪明才智，用你们的一些 wit， 就是那个我们在讲小聪明，但是小聪明也是聪明啊，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稍微的吹大一下自己，或者是把自己包装的更好一点，来让自己抓住机会，来让自己占领制高点，来给自己制造更多的可能性。这一点也相当的关键和重要。那么今天我们的星座能量在我们的牌面里面可以看到的是处女座，对吧？有这个水瓶座，然后呢有狮子座这个处女座、狮子座、水瓶座，然后我们这里有双子，对吧？我们这里有双子，所以这几个星座的能量可能是大家在下半年你可能会遇到的人事或者是这个能量的这个方向性刚才讲火元素、土元素，对吧？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星座能量给大家做参考。好，那讲完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来看一下这个来自
你的指导灵给你的提示啊，来自指导灵给你的提示。我们看一下指导灵关于下半年啊有什么重要的提示给你。感恩宇宙，感恩指导灵啊，看一下这个第一副牌的朋友，下半年指导灵的提示建议。好，抽到是水獭 ，initiations。be open through this transitional time. OK， 这个是我们最后看到这个能量。你的指导灵跟你说什么呢？就是你有一个强大的开启仪式啊，下半年你会遇到一个强大的开启仪式。那么这个开启仪式有可能是我今天看到的，第一个就是这个火元素7冲过去。第二个呢，就是我今天看到的啊，就是还没有来，但是有可能要来的这个门，这个隐士牌代表的这个大门啊，这个鸡蛋要重回一个篮子里。所以呢，2024年的下半年，你的指导灵告诉你的是，你在过渡的时期里啊，第一副牌的朋友，你在过渡的时期里，你可能在穿越。就是经历快速的经历和改变，比方说经历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事啊，改变一个还要改变第二个，改变第二个再改变第三个，但是最终你会来到一个很稳当的地方。下半年你的指导灵给你的提示是，打开你的心去接受这个改变啊，打开你的心去度过，就像这个水獭一样。他根本就没有努力的去划水，他只是躺在这个水流之上啊，躺在水流之上，那水流把他带到哪里，他就去到哪里，轻松自在安详啊，不去挣扎，不去排斥。就像我们看到下半年，你有可能会遇到能量相反的人或能量相反的事，顺应这个能量去经历这个变化，你会看到听到经历你需要的提升或者是改变，而这股能量会把你推进带到你人生的制高点。那么这个制高点会把你进一步的，我觉得是跨入你人生的下一阶段，也就是我们看到通过这个过渡期来到将来的这个稳定的地方。那么新的仪式，这个开启仪式将会为你创造，为你显化出来。那么这里呢，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所看到我们今年这个下半年一个运势的解析。所以我觉得这个运势吧，希望能够带给大家很多的希望，很多的期待，也祝福大家能够在下半年的过渡期我觉得是勇敢的去经历这些改变，勇敢的去遇见这些生命的变化，这些人，这些事。那么我相信这个制高点以及你接下来会遇到的这扇大门都会顺理成章顺流直下的让你一一看见，不用去使太大的劲就是顺应的去接受他们，迎接他们就好了。希望所有的朋友呢都能够继续的去相信继续的勇敢的去接受。那么这里呢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所看2024年下半年运势的解析，希望能够带给大家好运。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这个粉色的水晶，好，放这边。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2024你下半年的一个运势。我们今天呢是分3个部分。首先呢，我们会来通过你们选的这一副塔罗牌连接一下，做一个验证我们来看一下关于2024年的上半年宇宙的一个总结。你也可以去验证一下这个能量是否是和自己的生活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能量是能够对应得到的。然后呢，我们就来看你的一个运势的预测。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来第一个部分，我们首先来总结一下上半年上半年你的一个运势。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你的上半年我们先来连接一下第2副牌的朋友，连接一下你的能量，然后呢做一个简单的验证我们来看一下。好，宇宙请你告诉我们选择到第2副牌的朋友，粉色水晶的朋友，2024的上半年。好，我们抽到是 inner strength 内在的力量
哦，这张牌还挺厉害的啊，感觉大家这个内心很坚强哦。然后我们来看一下2024的上半年啊，宇宙，请把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告诉我啊。好，第2张牌呢，我们抽到的是 Review 和 Contemplation 啊，这张牌讲的是这个去评估、去重新的审视，然后呢是一个沉思啊，是一个沉思。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提前为第2副牌的朋友抽到这个能量的指引牌啊，我们今天的牌卡能量是 Reflection 啊，这张牌跟我们刚才现场抽到的牌的能量，我觉得是非常连接的很紧密的啊，说明我觉得这边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给我的感觉很内敛啊，上半年的能量很内敛，因为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你们在蓄积力量嘛。OK， 上半年在蓄积力量，或者是说，你们可能经历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呢，去刺激了你思考啊，这些事情它刺激了你思考。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张牌吧，镜子 reflection 意思是一个折射啊，镜子的两面。很多朋友都照过镜子啊，照镜子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是在镜子当中看到了什么，对不对？那么你看到这个东西，有可能是你喜欢的，有可能是你不愿意看到的。那么看到之后，就是我们所谓的认知，有了这个东西。第二个是什么？是改变。如果我们看到东西是我们喜欢的，我们就去加强它，美化它，更多的去凸显它。如果这个东西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不喜欢的，我们就可以通过看到的这个问题更正它。你看 review 对不对？我们重新去检查一下，我们去更正它，我们去改变它，从而变得更好。那么这是一个什么过程啊？这是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所以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在你们的能量当中，其实我会觉得2024的上半年，如果我们去总结的话，我觉得很像一个学习成长反省的一个时期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呢？那么在这个能量里，我们第1张塔罗牌呢，抽到的是内在的力量。可能有的时候在我们去看内在力量的时候，它的这股力量未必是比方说你赢了谁呀，或者是你胜了什么。有的时候的内在力量是来自于你内心的坚定和坚持。可能有人会觉得说，有的时候给你建议，或者是去驱策你，或者是去影响你，希望你听和服从。但是我们在讲内在的力量是什么？也许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小孩，有一个叛逆的能量，有一颗叛逆的心，有一颗少年之心，对吧？有一个初心，我们有勇气，我们也很坚持这一个我们所谓的初心，这份勇气，我们可能并没有说拿出我们的爪子，你看这个猫猫拿出爪子去挠谁，也就是不攻击，但是我们的内心却非常的坚定。这是一种安静的力量啊，内在的力量，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一股安静的力量，就是无论你怎么说，无论你怎么做，你都影响不了我的心。大家有没有这感觉呢？第2副牌的朋友有没有这种粉色的水晶，也是代表心轮啊，它的心轮的能量连接在一起。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的内心变得坚定了，坚定的内心不代表心变硬了，而是代表你的心变坚强了柔软但是呢却不失力量的一种我们在讲内在的力量，对不对？好，那么当你有了一个内在的力量以后呢，也说明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在勇敢的自己去解决你生命当中的问题，或者是说你能够勇敢的去看到自己的不足，也能够勇敢的去看到可能别人的这个真正的意图和用心，哪怕这个人是你喜欢的人，但你仍旧不会被他们的这种我们所谓的这种因为喜欢而不会模糊自己的眼睛，而不会去偏移有一个公正的心，有一颗正直的心，有一颗勇敢的心非常的有这种有同情心，但是却不偏不倚的这种内在力量这个是11号牌。那么第2个呢，我们看到是什么？是 review 这张牌呢跟我们的镜子这个反射的能量，我觉得是非常连接的非常紧密的，说明很多朋友第2组的也许上半年你们就是在安静的去回味，去检讨，去重新审视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也许你成就了很多，但是也许你牺牲了也很多，对吧？有些人是成功了，看起来风风光光的，但是他自己内心他知道他牺牲了
什么宝贵的东西，对不对？那有些人呢，可能觉得好像看起来一事无成，或者是没什么起色，没什么变化，但是他自己心里却知道他变得很多，对吧？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变化是表象的，有的时候的变化呢是内在的，是看不见的。所以我看到这个 review 和 contemplation 啊这张牌出现以后，我觉得很多朋友在上半年应该是经历了一些事情啊，经历了一些值得你思考的事情。你经历的是对自己价值观里面啊，对于你来讲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啊？我觉得是重新的一个评判，重新的一个评估，或者是说对于自己的生活究竟是何去何从啊？过去是什么样的经历，当下是在什么位置，以及未来想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可能都有了一个全新的总统的提起来的一个感觉，就是我看得很清楚，我明白，我想怎么样，我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我不应该怎么做，或者是我不喜欢生活里的什么东西，又或者是说生活里究竟什么对于我来讲，其实才是真正能让我开心的。毕竟每个人开心的点，每个人看重的东西，每个人觉得的有价值都很不同啊，都很不同。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能量里吧，很多朋友其实你们啊，无论这个变化或者是你2024年上半年的经历啊，是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我都觉得很多朋友在2024年的上半年啊，有非常大的一种精神内在的一种成长和改变啊。那么这股力量或者是这一股我们所谓的看见的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是很能够去激发你在下半年的一个有效率的一个成长，或者是有效率的一个向前发展啊，是这样子的。好，所以说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感觉一下你的上半年是不是这种有很多的沉思，有很多的内在的一种感悟，有很多内心的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思考，这样子感觉是比较安静的，但是却非常有深度的度过了2024年的上半年呢？如果有的话，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看，我们来预测一下你的下半年究竟这个运势它的这个能量会如何的流动，是依旧往内发展，还是说向外去改变呢？我们现在就来抽牌。好，我们来问一下宇宙，选择到第2组牌的朋友下半年你的运势是怎样的呢？好，我们抽到第一张牌呢是积极的被肯定。OK， 好，第二张牌呢，我们看到是在思想当中的一个助手，或者是在想法当中的一个帮手下半年的一个运势，我们来看一下，选择到第2组牌的朋友来自你们的能量和信息。好，然后我们又抽到了一个有关于思考的是5号元素。下半年运势的重点是怎样的呢？我们来问一下宇宙好，然后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疗愈者在思想当中的一个疗愈者。OK， 好，我们来看一下你下半年的一个运势第2副牌的朋友。下半年的运势，我觉得这边很清楚，就是分2个不同的方向2个不同的方面嘛。首先呢，我们看到是在下半年，关于第2副牌的朋友，你会得到积极的认可，你会得到很好的一种奖赏这个应该是我们所谓的好运了，对不对？被公开的认可，或者是你有什么地方做得很好成功了，或者是胜利了，或者是完结了，或者是人气很高了，被别人看见了，这个有很多的掌声有很多的掌声，有很多的祝福，有很多的这种好运和光环的能量人气是在你的下半年的运势里面。那么我们的下半年运势的第2个重点呢，就是有关于风向能量今天我们的这个元素落在了风向能量。OK， 下半年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运势重点落在了风向。我们看到了有思想当中的这个能够助你的人，有能够疗愈你的人，还有我们这边的一个5号元素。这张牌呢，其实是比较有关于思想当中的一种斗争，或者是思想当中的一种
释放，也关于在思考当中的一种新的领悟啊。我们这边有很多有关于你的这个思考，有关于你的这种想法的能量啊，会在下半年出来。那么我们上半年看到的是什么呢？是 reflection 啊，我们看到是这个镜子，对吧？我们看到是这个沉思啊，这些样子的能量啊。那么这些能量其实我觉得也有关于思考的一些方面啊，但是下半年的这个思考呢，我觉得有不同的地方。上半年的思考呢，给我的感觉啊，比较像是自己的一个思考。那么下半年的这个思考呢，比较像是和别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你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里面有了思考。这个思考不是针对于自己，可能是针对于这个关系，可能是针对于这件事情，可能是针对于这个项目啊，我觉得是这个东西它会发生一些变化。好，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我们来解读一下今天的这个能量信息啊。好，来下半年你的运势啊，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吧。这个是积极的一个被认可，对不对 ？Positive recognition 啊，这张牌其实也是我们塔罗牌里的一个太阳牌的能量啊。那么这张牌呢，也就是说下半年恭喜你了，第二副牌的朋友恭喜你啊，你的计划呢完成的很好。那么这个计划呢，也在按照你之前我们看到内在力量重新审核以及你沉思之后的一个想法在完美的进行着，所以事情呢会如你所愿的发展。那么下半年呢是你闪闪发光的一个时期 ，OK， 你有很好的点子，你有很好的想法，你会看到自己就是成功在即，或者是已经成功了，你能够非常勇敢的或者是积极的坦诚的去表达自己的心意，表达自己的想法，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知道自己是值得的，对不对？然后呢，就是有很多的机会有很多的这个美好的向前发展的这个趋势在等待着你去打开。这是整个下半年的一个，我觉得是光环一样的能量就是打在你的身上这个是下半年，所以我们下半年的这个好运是我觉得是整个会一股太阳的光一股温暖的光明的力量会打在你下半年的运势当中，会助你成功。那么有了这个光环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有了这个光环以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我们首先来开一下今天的这个下半年运势重点的一张这个神谕卡，然后我们来一起去讲接下来的这3张牌因为我觉得他们是笼罩在一起的，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了成功，我们还要看一下有关于下半年其他的这个能量，就是这个风向能量它是怎么样去在你的运势当中去帮你，或者是去流动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神谕卡。那么我抽到的是一个火星在金牛第二个牌的朋友，今天我们抽到下半年运势重点火星在金牛。那么火星能量呢是一个很富有那种行动力的，很富有这种改变性的行动改变，然后呢是说走就走，或者是说干就干，这个都是火星能量。火星既可以去攻击，也可以做防守来用。那么今天我们的火星能量呢，抽到下半年是落在金牛星座金牛呢是一个固定星座是固定的不能再固定的一个能量，它是固定土，对吧？土象星座本来就没有那么的动是比较稳定的，然后再加上金牛这种固定星座的能量，所以金牛火星给人的感觉就是这种行动这种改变是比较的被动的，对吧？我们今天看到第一个它的能量给的就是这个关键字是防守，对吧？这个动的很被动，它不是说攻击向前发展向前冲刺和突破，而是在防御在防御，你不要惹我，对不对？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思想元素5，对吧？我们看到的是跟人之间的，就是你不要惹我你惹我的话，我是可以怎么样？我们看这个宝剑，你惹我，我是可以亮剑的，但是我亮剑，我不一定真的攻击你。这个就是金牛这个火星在金牛。我们看这里有3个骑士，给人的感觉其实都还蛮勇猛的，对不对？但是你看他们在干嘛？他们在拉这个马。拉马的时候是干嘛？就是刹车嘛，对不对？这个马就不要再跑了，停下来。那么这个能量是什么？就是
我要让别人看到我的实力。第二副牌的朋友啊，下半年你会让别人看到你的实力，你会让别人看到你的能力啊。我们看到这边啊，计划按照你的方向去发展，就是在显示自己的实力强大的一个下半年。但是呢，你不会去攻击别人啊。我们这边其实可以在这个思考元素谷这里看到对手，看到敌人，看到这个所谓的有人在觊觎你的权利，觊觎你的这个啊，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可能有点羡慕你吧，羡慕嫉妒恨吧，这种感觉啊。这个能量也有可能是在大家工作里面啊，我这边感觉到金牛星座嘛，就是土象的，可能是在你的工作当中，在你的这个人际圈子里面啊，可能就有人嫉妒你，或者是有人很羡慕你，或者是有人他跟你之间的关系从上半年或者是之前的恩恩怨怨啊，这个纠结啊，或者是这个竞争呐这个一些事情里面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2024年的下半年呢，你是防御为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太阳牌就是积极的被认可嘛，你已经被认可了，下半年你可以被认可，你将被认可，你的计划是完美的实现，这展现的是你的价值。那么你的竞争对手你的竞争对手，你的那些想去跟你比的那些人哈，那他们呢可能就会觉得他们败下阵来，他们被你比下去了，可能就会有点不舒服，有点不爽。那么你呢是防守，你不需要去跟他们争，你不需要跟他们去抢，你也不需要去向他们证明你比他们强，你也不用去说太多的话。第二副牌的朋友，你在用实力表达着你的实力你在用你的实力表现着你的这个能力，你在用你的实力，你在用事实说话。金牛座用事实说话，那么这个能量在哪里？我们看金币，这是一个金币，金币上面是个牛，对吧？金牛嘛，那也就是说你在用你的实力，你的作品，你的工作质量，你的工作效率，或者是你的一个做出来的报告，或者是你做出来的这个文案你的这个视频，你的这个算法，你的这个实验结果，来告诉他们你是最厉害的来告诉他们你们闭嘴，不要再来骚扰我，不要再来攻击我，因为无效，对吧？无效，因为你的这个实力已经挂在那个墙上了，你已经被别人发了证书，你已经被别人表扬了，你已经升职了，你已经加薪了，你已经被提拔了，那么那些人的攻击将是无效的。所以我们看到是 defense， 保护好自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完成自己该做的计划，你就会赢。第二副牌的朋友，你就可以去守住你心中的这个最重要的东西，可能是刚才我们讲这个重要的东西，钱呢这个职务你的威严对不对？你的这个名誉你可以守护的是你的这个人气你可以守护的是你的作品你的公司你的员工等等等等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你所认为最重要的东西，这个东西跟物质世界紧密相连的东西会在下半年的时候，你将守护的稳稳当当，你将赢得稳稳当当你是会让整个事件按照你计划的样子完美的实行，这个也是金牛座的能量，慢慢的但是非常的稳慢慢的但是非常的稳。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其实是一个安心牌下半年第二副牌的朋友安心了，你们可以安心了。你们的安心在于什么？你们是计划按照你们原定的方案去完美的实行，你们将闪闪发光。那种嫉妒你的人跟你竞争的人，他们只能看着你赢麻了，这种感觉你就是赢了呀，你就是成了，你就是旗开得胜啦。那他们虽然羡慕嫉妒恨但是他们也只能够任你去在天际当中翱翔。所以这个能量我们可以非常好的去理解。今天我们抽到了这张5号元素5号元素这张牌有关于竞争，那么在竞争当中就是有输有赢。那么我们通过今天能量的连接看到的是太阳牌，火星在金牛所以大家是赢的那一方你不用去跟他较量，你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你就赢麻了。这个挑战这个难关，或者是你们当前所面对的这个人际关系将不攻自破。
你不用再跟他们争了，你不用跟他们去辩解了，你会站在他们的前面，你会站在他们的上面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啊。所以说，如果当下呢第2组牌的朋友有关于人际关系方面的一些问题，让你很头疼，或者是让你觉得不舒服的话啊，其实不用管他们，我觉得是有点像是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而且通过上半年的思考以及你的这个重新的这个审视啊，有些东西呢，如果错了，我们就勇敢的改掉；如果是自己不够好的话，我们就积极的学习。然后呢，不要把能量放在别人身上，把能量放在自己的身上，提升自己的价值，提升自己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啊！毕竟呢，我们改变不了别人，我们改变不了他。如果那个人是个坏人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花那么多精力啊，把自己变成啊去改正他的那个老师，对吧？他又没有付给你钱，他还伤害你，你不要管他，不要理他，你做好自己的事情啊！你做好自己的事情，当你的事情做好了，你在他前面，你在他上面的时候，你就有能力，你就能够去通过你的方式，你看防守的方式啊，就是让他不要来骚扰你，你也可以去远离他，对不对？这种方法是最有效率的保护自己的方法，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是人际关系啊，关于这个人与人之间相处，关于这个竞争啊，相互的这种打拼啊，或者是相互的比试啊，这种啊，无论是在学校里面，还是在这个工作场合啊，或者是说在一些可能就是有这种相互比较、相互攀比，或者是相互较量的这种能量场里面啊，我觉得是很多第2副牌的朋友就是照顾好自己的能量，你将默默的，然后呢稳稳当当的赢得这场比赛，好不好？这个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对于这个火元素金牛，我们看到这个思考元素风象元素5的能量啊。那么在这里呢，可能很多朋友当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以及最后看到这个好的结果里面，都会有全新的思考，就是究竟遇到这种事情啊，你该怎么办，或者是遇到这种人际关系的麻烦，你要怎么处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2张牌，第一张牌呢是关于你思想当中的一个帮手，然后呢我们看到是当你赢了，或者是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会碰到一个思想当中的疗愈者。这2张牌呢，其实既有可能是大家在下半年会遇到的一个贵人啊，也就是说你的贵人的方向可能会从风象能量里面出来啊，或者是他们是一个很有思考的人。我们今天的星座啊做参考的当然有金牛座了，然后呢我们也有这个狮子座也有狮子座，然后呢我们还有水瓶座狮子座、水瓶座金牛座这有3个星座的能量现在已经出现了。那你下半年能够真正帮助你的贵人，不是物质上帮你，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能帮你的人，真正能够在你下半年的运势当中成为你贵人的人，将会是思想当中的引路人，或者是在思想当中的一个很稳当的一个人。那么在这里除了外界的帮忙，也有你内在的一个助力包括我们所谓的第3个部分，指导灵的提示指导灵的建议我觉得也有很多的朋友，也许这2张牌其实表达的是你们自己的一个能量的呈现。你们首先会通过自己所经历的事情，自己帮自己想清楚，自己帮自己去解决这个困局，或者是自己帮助自己去集中注意力，或者是把能量导向在最有效率或者是最应该的那个方向里，所以是快速的前进。我们看到风象能量就知道这个速度很快，转念一瞬你就会是开心的或者是不开心的，转念一瞬你就知道自己是在浪费时间还是在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所以说下半年的时候呢，其实你可能会感觉到突然你的这个想法变了，你的格局就立刻改变，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局面要么就是被困住，要么就是瞬间的打开。所以你的思想能够帮助你去解决困局，你的思想也可以帮助你去打开很多新的机遇，对吧？所以就说不要去想太多，不要去被别人干扰你看没有时间去坐在那里去跟他们较真，没有时间去跟他们辩论，你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你要快速的去往前走这个我觉得是跟大家工作事业学业相关的，快速的向前走，那么多的实验要做，那么多的书要读，
那么多的这个工作和项目等着你去解决，不要跟那些小人斤斤计较，要看一些细节啊。我们这边风象能量第2副牌的朋友提点啊，要看一些细节，你要能够去抓住重点啊，你要知道你要跟谁去开会，谁是你的这个问题当中可以解决你的这个问题的人，谁是能够帮你的人，谁是真正做事情的人，对不对？所以你是思想当中啊，你的思考里面，你的这个想法当中啊，非常的聪明，快速的去解决问题，抓住重点，然后呢往前走。所以我们看智慧之音啊，将落在你的这个手臂之上啊。所以第2副牌的朋友，下半年啊，我觉得是一个工作为重点的，是一个思想为重点的，是一个很聪明的啊，很聪明，大家会变得很聪明，大家会变得非常的有智慧的一个下半年。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看疗愈啊，疗愈在讲什么呢？就是我们在遇到工作生活里面的一些竞争也好啊，诽谤也好啊，误会也好啊，八卦也好啊，或者是不好的言语啊等等啊，那么我们其实都是我们每个人，无论你的心有多强，我们看到上半年你有内在力量，但是不代表这个伤害是不痛的，不代表这个伤害是我们愿意接受的，对不对？所有的伤害都是伤害。那么有些人呢，内心不够强大，可能就会被伤得比较重。有的人呢，内心强大，虽然说很疼，但是呢，他也能够坚持得住。我觉得这个就是第2副牌的朋友。那么在这个能量里面呢，宇宙告诉了你，下半年的运势里，它是一个思想当中的疗愈过程。也就是当你遇到事情以后，你要通过自己的思想，你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去解救自己。思想可以像宝剑9一样缠绕着我们，让我们难以安眠，让我们痛不欲生。好的思考方式，积极的态度，积极的考量，也可以救我们自己，让我们可以安眠，让我们可以放下，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在这个所谓的缠绕当中去理顺和理清。所以第2副牌的朋友还有一个能力，就是下半年你们一定要能够去顺利的整理好自己的思绪，把生活当中的垃圾，思想里的垃圾，那些限制自己的垃圾的想法和声音丢掉记住大家在这个思想上，我们要丢包袱，我们要丢小人，我们要丢那种打击我们的声音，我们要丢掉负担，我们要把能量更多的专注在自己的事业和学业当中，专注到自己认为金牛座有价值的事情里面。那些没有价值的闲人，没有价值的小人，我们不要去理会他们我们要学会释放，我们要学会让自己思想轻轻松松的过日子。那么这个呢，让我不禁想到，就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有3个时间节点，过去的、当下的和未来的。我们的思想停留在哪里？我们身体在当下，永远在当下，但是我们的思想有的时候会跳到以前，我们的思想有的时候会跳到未来。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都不是当下。如果你想让自己疗愈，如果你想让自己轻松的话，我们一定要把思想带回这个身体，带回当下给大家推荐的那个书是《活在当下》那本书活在当下那本书。所以这个疗愈很多方法，很多的这个路径去疗愈自己。那么无论你选择哪一个方向，第2副牌的朋友我们要在下半年的时候帮助自己，成为自己的贵人，然后呢要不断的去疗愈自己。这个过程是大家要去学会的，也是在下半年你们将会去领略的一个成长和重要的前进方向，好不好？这个是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下半年的运势重点。那么最后呢，我们的第3个部分就是来看指导灵给你的提示还有建议。我们来抽一张牌看一下选择到第2副牌的朋友下半年指导灵给你的建议和提示是什么？感恩宇宙。OK， 我们抽到的是凤凰给予力量。他说凤凰之火将激发出
给予你创造性的和精神的一个自由。那么这张牌呢，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就是凤凰的能量，一个是火，一个是飞起来的自由。这边给我的感觉啊，第二副牌的朋友，你的指导灵给了你2个元素的加持，一个是风象元素，这个也是你们下半年能量的重点。风象元素讲的是思想，讲的是沟通和交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火元素啊，火元素跟风元素都是2个很有这种灵动的、很快速的2个元素啊。那么它将赋予你力量。下半年第2组牌的朋友，你们将力量满满、充满力量的去激发。完成你们的作品，完成你们要做的这件事情，而且下半年你们的思考、你们的思想将是一个无极限的自由状态，将让你们非常的聪明啊，让你们非常的会思想，会非常的会思考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怎么样去跟他打交道，怎么样去找到自己的这个帮手，怎么样去让自己的计划完美无瑕的去往前再往前。同时我们看到是什么？在下半年的时候，你们将得到的是有创造性的非常有创造性的，就是你们可以去开发出一些新的什么产品，开发出一些什么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者是有了很好的那个点子有的时候这个点子也非常的重要，这个点子能够让你们去突破，这个点子可以让你们去成功。最后呢，就是精神的一个自由。你们将从人生当中所感悟的、所经历的人事物里面去感悟到，你们的精神是自由的，你们是自由的灵魂，你们可以做成你们想做成的事情，并且用你们的方式去达到你们要的那种人生那种自由的感觉。所以说下半年我觉得守护大家的是凤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力量的一只鸟这个是凤凰浴火重生，我想它也代表着第2组牌的朋友下半年你的一个运势浴火重生，或者是突破自己的极限，让自己得到自己想法当中最有价值的那一个宝藏，好不好？OK， 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连接关于你下半年运势的一个重点那么祝福所有的朋友在下半年都取得你心中的成功。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这一颗白水晶，好，放在这里。今天呢我们要来为大家连接的这个能量是来看2024年的下半年你的运势重点今天呢我们会分3个部分来跟大家做一个能量的解读。首先呢我们会来看一下有关于验证，也就是说2024年的上半年你的一个运势它的关键字，它的总结宇宙是怎么样的去给你这个能量，然后呢你可以通过这个能量去感受一下自己在上半年是否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接下来呢，你就可以去看关于这个下半年，那么来自宇宙的指引给你的一个运势的预测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先来洗牌。我们来看一下第3个牌的朋友你的这个运势究竟会是如何，会是怎样的呢？我们来看一下。金宇宙给我们指引我们首先来连接选择到第3副牌的朋友，来自你们上半年运势的一个总结。那第1张牌呢，我们抽到是权杖7的一个逆位。好，第2张牌呢，我们抽到的是死神。我们来看最后一张塔罗牌，关于上半年的能量总结。OK， 好，今天我们有一个宝剑3，然后呢还有一个圣杯3的逆位，我们来看一下。好，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提前帮大家抽到的牌卡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这个是大家的上半年能量的一个总结。那么我们的神谕卡今天出来的是神秘是神秘。OK，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上半年年度总结啊，半年的一个年度总结，2024年上半啊，这边呢，其实我听到了，就是来自不同的朋友，因为我们这边是一个大众嘛，但是呢，总的能量的方向没有变，但是呢，你们所看到的事情，得到的显化会不太一样啊。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权杖7的逆位，这张牌呢，我们看到是这个狼啊，在雪地里，然后呢，它是一个逆位的能量，给我的感觉就是那个双眼无神啊，双眼无神，双眼无神呢，代表着本来狼是一个很有直觉、很有灵性的一个动物。尽管在野地里，在这个我们所谓的大草原之上啊，或者是这个冰天雪地里面，它都可以通过它的直觉、嗅觉啊，它的这个灵性啊，来判断它的这个所处之位，或者是寻找它要去寻找的目标和猎物。但是呢，这个匹狼啊，在权杖7的逆位里面，我连接到的能量就是双眼无神。双眼无神呢，讲的是他感受不到这个能量，他连接不到这种能量的疏导，从而他会感觉到很迷茫。那么权杖7的逆位加上我们今天的这个神谕卡，我们抽到是神秘嘛，我连接到的第一个能量就是说，关于这个上半年，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有一点迷茫，过得有一点迷茫。迷茫从何而来？来自于大家其实手里感觉到是有好的东西，但是却觉得好像又没那么好。比方说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其实生活的条件挺不错的啊，我们再看物质世界里面，可能条件挺不错的，有好的工作，有好的家人，有朋友在身边，但是就觉得好像差了点什么，或者是觉得生活好像有一点像是那种一潭死水，或者是太过于的平静，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日子好像仿佛是安排好了的，但是又不是自己想要的，但是又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这种感觉啊，迷茫的感觉。权杖7的逆位，我第一个连接到就是迷茫。但是迷茫不代表说你什么都没有，不代表说好像你缺失很多，而是说可能觉得自己想要什么的东西，到底究竟自己想要什么呢？对吧？什么东西才能使自己感觉到有意义呢？什么东西才能够使自己觉得活得很爽呢？这个东西可能答案未知。那么第二个能量来自于权杖7和这个神秘，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想要的东西很多，或者是你们有很多想要的东西，但是呢，条件限制了你们是条件限制了你们。就像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神秘，也许你想去摘天上的月亮，可是你现在呢，却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台下去看这个天上的月亮。你想要这个圆，然后比喻成这个月亮，你想要这个圆，可你手中却是方你想要圆，可你手里只有方。或者是你在这个月亮之上你有圆，你想下来，但是下不来。这也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种困惑这个解答呢，在上半年来看的话，它是不清楚的。所以我们来看的话，2024年的上半年的运势，我们去做这个总结，我觉得第1副牌的朋友，你们可能有很多的迷茫，你们可能有一些未知，你们心里有疑惑，但是这个答案未知。你们疑惑，你们想求解，但是这个解暂时没有这个解暂时没有。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对人生有疑惑，或者是对人生有疑问，这个问题出现了，但是答案有的时候没有办法立刻马上清楚知道或者是明了，我们需要去等，我们需要去预见，我们需要契机，对吧？所以我看到第一个就是这个权杖7和这个 mystery 神秘给我的这个能量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强烈。那么接下来的3张牌呢，我觉得是比较进一步的更加细化的去解这个能量那么第1张牌呢是死神，死神的能量代表着大家可能对于生命当中到了2024年这个时间节点年终的地方，整个2024年上半年，可能你们都会觉得自己很想去结束掉，很想去比较大的去改变一些事情。这个改变不是小的，是大的，不想这样生活了，不想这样过了不想在这个关系里面去怎么相处了，或者是觉得自己的那个脑袋里面的东西觉得是可能你们需要新的血液、新的灵感、新的一些人生的信息来帮助你们走新的路。死神牌正位的代表着旧的路、老的路已经来到了尽头，你们要去选择新的路。那么这个路是什么路？
我们从接下来2张牌里可以看到，第一张牌是宝剑3，心痛之路，心痛之路，痛苦的路，难过的路，悲伤的路来到了尽头，你们不想再继续了。所以上半年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是有悲伤、有痛苦、有悲痛的、有心痛的能量啊，在你的生命当中。那么这个东西对于2024年啊，这个上半年总结，可能你们觉得这3把剑啊，让自己的心真的是彻底的凉了，或者是让自己的心彻底的，其实我感觉到这个张牌啊，是心所有的壳被剥开，那么透露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心最柔软的那个灵魂的地方，我觉得是露了出来。那么从我们表面来看，就是很痛，剥那个壳。可是好处来看的话，就是你知道了自己的心，你了解了自己的心意，你知道自己的心不能够这样子的被蹂躏，不能这样子的被对待，对吧？你要好好的去保护自己，你需要好好的更多的去爱护这个自己，爱护自己的心。那么最后一张牌呢，是圣杯3的逆位。这张牌可能还跟大家的朋友有关系，跟你的环境、跟你的圈子有关系，可能是兄弟姐妹的关系，可能是你的闺蜜朋友的关系，也有可能是你的人际圈的关系。那么在这里可能有一些朋友在上半年遇到的是一些可能是背叛啊，可能是不理解你呀，可能是反对你呀，也有可能是经历了离别也有可能是离别。所以我看到这一组牌里面，在这个能量之下吧，我觉得很多朋友就是对人生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号叩问天，叩问地，为什么会这样？叩问天，叩问地，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又为何发生在我身上？可能很多朋友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疑问。上半年我们看到这个运势，那么下半年会是怎样的呢？大家感觉一下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如果说你觉得确实有这种能量的一个对应的话，我们就来看接下来的。如果你觉得这个对应完全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话，大家请重新选牌，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接下来如果是对应的话，我们来看接下来的一个下半年的预测。那么宇宙又会给你怎样的一个能量的安排，或者是你下半年会经历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的第一张牌出现了，下半年的第一个能量是金币皇后。下半年这个是拿到第3组牌的朋友第2张牌是宝剑8的逆位。权杖侍者的一个逆位。宝剑6的正位。好的，我觉得下半年的运势今天我看到这个能量是什么呢？过河下半年的能量运势是过河，或者是说离开，或者是说静静的改变，行驶这个过河的感觉是慢慢的行驶到你希望去往的前方。这个是下半年的运势但是这个能量呢，又不是说单一的一个感觉，还有其他的一些信息首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能量就是关于这个金币皇后土象能量作为引领，它在告诉我第3组牌的朋友，下半年你们会有一种命运在我的手中，我要用我自己手中的这把宝剑，或者是用我手中的这个金币去凿开一条路，凿开一条可以使我离开的路，凿开一条可以使我过上我想要的生活的路，凿开一条可以使我自己感觉到就是很接地，能够在地球上好好生活的一条路。这个地方可能是大家我觉得是一种很落地归根的感觉，很踏踏实实过日子的感觉，很努力的去让自己的生活环境包括你的工作环境、学习环境，包括周围的朋友，每天去做什么事情，对吧？我觉得
可能还包括你的这个交通运输啊。我觉得你们会让自己的一个整个生活的环境、生活的方式变得有机，变得健康，变得让自己觉得很舒服，是自己喜欢的方式。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经常需要出差啊，或者是经常需要去跑路啊，或者是做什么那种我们在讲那个商务旅行商务的那种 traveling 啊，就是经常有什么面谈啊，什么应酬啊这种，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不是我们在每一个阶段都希望每天都这样过哈。所以我觉得是一种平衡。金币皇后在告诉我，你们非常的注重生活的平衡。在下半年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会把自己的生活打理的很妥当，很平衡，很舒服。如果上半年在人际关系和圈子里社交当中你遇到了不好的事情，下半年你会调整，比方说减少跟这些人的交往，减少自己的这种酒局啊。如果是上半年有一些，因为这边有宝剑3，如果有情感关系的一些纠葛和纠缠的话，下半年你们可能会让自己走出来啊，会让自己走出来。或者是我们在讲啊，这个情感关系呢，其实我们就是选了人，选了相处的方式。那么既然可以选的话，我们就可以改变。比方说我选择别人，我选择爱我的那个人，我也许之前选的是我爱的人，然后我受了很多的伤，那我接下来我选爱我的人好了，我选一个简单一点的，轻松一点的。我之前在那个人身上没有得到的爱，没有得到的我想要的那种唯一和关注度，或者是我想要的那种感觉，那我下半年我换一个人，我去选那个能够给我需要的那个东西，或者是给得起我要的那个东西的那个人，对吧？这个东西是可以选的。所以金币皇后的能量给我的感觉是，能量的重点回到了自己的身上啊，能量的重点回到了自己的身上。我之前在讲上半年我们这匹狼啊，双眼无神的一匹狼，明明自己很有优势，狼啊，大家知道狼非常厉害的啊，它是可以在草原当中集结军队就是我们所那个狼可以去就像那个人的军队一样，其实是就是他们是群居，然后每个人自己懂自己的身份，然后可以去捕比自己更大的猎物，就是狼是很厉害的嘛，大家都知道啊，不多说。那如果是双眼无神的狼的话，他对自己的能力，他对自己的认可度，他对自己的认知可能都存在一定的误判，他可能会明明自己很厉害，却把自己弄得很惨。但是下半年金币皇后出现以后呢，我看到的是一个对自己充分认可，对自己充分理解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出现了。那么这个能量的反差感就是一个能量的巨变。我们上半年的能量总结里已经看到了死神降临，说明这个双眼无神的狼的能量啊，我觉得是第3组牌的朋友这个比喻啊，就是说会结束了会结束了，或者是已经结束了，大家已经开始走这个金币皇后的能量运势里。下半年大家走的是什么运？是土运。第3组牌的朋友，下半年你们要走的是土能量的运势，是那个能够在一步一个脚印当中让自己强大起来的人，可以这样讲，一步一个脚印让自己踏出这个迷宫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啊。生命当中有些事情可能我没有办法在当下立刻去理解它，去包容它，去放下它，但是我却能够在迷宫当中一步一个脚印的把自己给救出来，让自己离开这个迷都，让自己去往心中所想要的那一个清晰和明了。OK， 那么再往下，我们来看一下下半年的运势里面，我们有一张宝剑8的逆位，这张牌是非常明显的啊，我们要去把自己身上的捆绑松掉。宝剑8，如果说上半年因为一些事，因为一些人，大家觉得受到了捆绑啊，这个捆绑的感觉是自己可能这个我能量圣杯3逆位，宝剑3正位，就是心力交瘁。心力交瘁就会让自己捆绑起来，可能觉得自己不值得爱，可能觉得自己为什么没有被他们理解，可能觉得自己付出那么多却得不到回应的这个能量，都是来自于我们给自己的捆绑。这种能量对自己说了以后，我们会不自信，我们可能会不勇敢，我们可能会怪自己，尽管我们才是那个受害的人。
那么宝剑八的逆位呢，就是在讲下半年大家会松开这些捆绑，解开这些束缚，让自己可以去轻松一点的活，让自己可以轻松一点的去爱，让自己可以轻松一点的去感受这个人间。宝剑八的逆位啊，松开这个捆绑，让自己前方的路上的荆棘少一点，让自己背负的东西少一点，让自己可以去更多的看向自己。有的时候我们身上的痛，或者是我们身上的这种难过啊，这种枷锁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也是我们自己背上的。我们的选择把它放在了前面，这个它可能是任何的事物和对象。那么下半年的时候呢，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会把自己放在更前的位置。只有爱自己，只有对自己好，只有自己好了，我们才能够去对他好，或者是说给予更多的爱。这个能量的重点的改变啊，会是下半年的一个重中之重，也会是下半年大家能够感觉到生活变简单、变轻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的第三张牌是什么呢？是权杖侍者的一个逆位啊，这张牌权杖侍者的逆位，这张牌代表着新的机遇和新的方向。那么在我们的能量里面，这个火元素啊，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弱的。第三组牌的朋友，下半年我刚才讲走的是土运，土元素是一个阴性的能量啊，它不是一个阳性的能量，所以阴性的能量更多的是一种我们在讲可能是被动一点的呀，可能是接受多于改变。这个改变是因地制宜的改，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去拼去开创啊，那个是火元素的感觉。所以呢，权杖侍者的逆位，我会觉得大家在慢慢的蓄积自己的一种力量。这个力量它可能表现在的是一种学习，是一种研究，是一种遇见，是一种给自己机会去遇见，但又不是那种开拓型的火象去我们所谓的那种很快速的，或者是很激烈的、很勇猛的一种感觉。所以权杖侍者的逆位呢，我会觉得大家会慢慢的让自己好起来。毕竟我们上半年看到的能量是死神，是宝剑三，是圣杯三的逆位，所以这个能量它需要缓过来它不是说突然的从一个痛不欲生变得那个就是极开心。这个能量变化太大了，不可能那么短的时间一下子就是天翻地覆所以它的能量是慢慢的转，慢慢的变。大家还记得那个命运之轮吗？轮子从最低点到最高点不是蹦上去的，是转上去的。那么转上去就意味着一点一点，一步一个脚印的去挪，一点一点的去好转。所以我觉得这个权杖侍者的逆位给我的能量的感受就是在好转着，在变化着，在变得更加积极，在变得更加勇敢，在变得更加的去往火象能量去走。也就是说土象为主，稳当当的让自己好起来，然后呢加入更多的开心、愉悦、欢快，给自己的生活加入更多的能让你感觉到幸福和快乐的元素，是一个 baby step。baby step 意思就是一个很小的第一步，慢慢的来。那么这个已经是很好的了已经是很好了。我已经看到能量它其实是转的挺大的，只是大家还要慢慢的来。如果现在马上立刻给大家安排一个极好的机会，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也会觉得说还需要一点时间，还要让自己缓一缓，而且生命当中有一个疑惑也需要大家去解惑。这个解惑的人是谁是你自己。你要去悟，你要去看，你要去感受。所以我觉得权杖侍者的逆位代表着大家会经历一些机会。这个机会呢，其实它是一个慢慢的就像机会，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认识了一个人，看到了一个东西，但是机会真正的显化可能会在之后。所以权杖侍者的逆位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小种子撒在土里面，这个种子撒下去，或者是你看到了这个种子，看到那根草，你也不知道以后是什么，你也不知道它以后是树还是花呀还是什么别的东西但是呢你看到了就看到了，然后呢就过，还是来过自己的生活，还是看自己，但是这个种子它已经埋下了。
所以有一些我觉得是比较快速的东西，比较好的一些经历啊，或者是一些不一样的风景啊，大家还需要去等一等，再慢慢的去培养它。权杖侍者的逆位，我觉得很多第一步大家会在下半年的时候做出来，或者是走出来。可是这个东西究竟会是什么，不一定下半年你们能看得见啊。这个时间，因为我们看到是2024年12月31号截止，对吧？好，最后的一张牌呢，就是这个宝剑六啊，宝剑六。我刚才最开始讲的是我们今天第3组牌的朋友，下半年你的运势是什么？是过河。是乘船慢慢的划向你希望去到的前方，对吧？这个划船呢是小木船，不是那个快艇啊，是一步一步的，一点一点的摇，一点一点的划过去。那么宝剑六讲的是什么呢？下半年大家会经历改变，这个改变是一点一点的越来越好。这个改变是让自己一点一点的走开那个泥潭，这个泥潭我们在看到死神牌、宝剑3、圣杯3的逆位，已经经历的事情，我们可能有一种我们在讲叩问天叩问地，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会经历？但是这个东西呢，我们需要去一点一点的让自己心里可以去接受它，或者是去了解它，去改变它。如果这个东西真的很糟糕的话，我们让自己学习成长，希望自己以后不要再遇到，或者是以后再遇到，我们能够有更好的解决方案，让自己可以不用受到那么多的伤，或者是保护自己不再受到同样的伤害，不再犯同样的错，让自己的生命可以更加的，我们在讲啊，不一样的自己吧，提升后的自己，对吧？所以说宝剑六的正位啊，它是一个 moving 啊，3组牌的朋友 moving 是什么呢？就是移动的。下半年大家一定会变，这个变是会变好，但是变的速度是慢慢的、缓缓的，是一个你能够接受的方式。我也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下半年，我看到当下的能量啊，我也觉得下半年是疗愈之年。就是这个下半年啊，疗愈的半年时间，疗愈自己的心，疗愈自己的思想，因为这个是神秘嘛，也就是说思想当中有这种无解的能量，怎么样去救自己，让自己睡得安稳，让自己不要那么多的胡思乱想，让自己可以思路清晰不要有那么多的结搭，让自己可以更多的去安排当下的生活，不被过去牵绊，不被未来纠结这些都是宝剑六的能量。那么再来呢，就是下半年也有可能大家会出行，可能出行远门，或者是给自己安排一次短途的这种自驾游或者是换一个地方看一看看看山看看海也许也能够让大家释怀很多也能够让你们释怀很多。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下半年我提前抽到的这一张神谕卡。今天我们看到是金星在白羊座今天我们看到是金星在白羊座。这张牌的能量是什么呢？其实我们通过这个画面是看得最清楚的有一个女神很漂亮，它代表着欲望。然后呢，有这个火山代表着什么呢？就是白羊座的能量突然的、激烈的、热烈的火山喷发，大家都可以感觉到这个能量然后呢，就是这个变色龙了。变色龙想得到这个女神，对吧？那么变色龙怎么办呢？就是让自己随时随地的，你看这个火山随时随地随刻的变化成他认为可以得到这个目标的样子。变色龙嘛，我可以变颜色，变成绿的，变成黄的，反正就是变成我想要的样子。这个变化的方式和这个根据就是他的欲望。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关键字也讲的是欲望。什么是欲望呢？大家都心里很清楚欲望就是我们心里很想得到的那个东西。我们其实心里的这个想法有几个很不一样的能量，大家去感受一下。一个是我心里需要什么，我需要吃饭，我需要睡觉，我需要去上厕所，对吧？这个是我必须得做的事情，我不做我会死的。第二个是我心里想要什么东西我想要得到那个大美女，我想要变成那个帅哥，或者是我想得到那个帅哥，我想让自己变成百万富翁，我想让自己可以去做一个游侠客，我想要自己可以去摘天上的星星和月亮。这个是我想要什么。
我想要什么和我需要什么的不同是什么？我想要什么是我心里很想得到的，是我心里的想法，是喜欢。我想得到什么跟喜欢没有关系，我不得到我会死。所以一个是生存，一个是生活。有的人呢，在地球上可能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啊，就是要赚钱，就是要去买房子买车子。但有些人呢，可能是真的在生活，赚钱是为了活得更好，赚钱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更加接近自己喜欢的样子。那么第三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年下半年的运势是金星在白羊座，白羊座是一个开创星座，是一个火象能量，跟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权杖侍者的能量是相吻合的，有火的能量在这个地方，说明大家开始慢慢的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了。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的前面可能是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这个能量就非常像我们之前看到上半年的总结，你遇见了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你遇到了自己讨厌的东西，你就想离开，你就想改变，你就想结束。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呢？接下来就是 baby step， 我们看到这个婴儿的一个小鞋子啊，就是在讲慢慢的去往自己心里喜欢的方向去移动。如果这个关系你上半年经历的是你自己讨厌的，下半年可能就是慢慢的去接近自己喜欢的方式。可是你不经历自己不喜欢的，你怎么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什么呢？所以知道和了解自己喜欢的和不喜欢的，是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一个探索。只有知道了自己心里喜欢什么，你才能够去变成这个变色龙，对吧？你才能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呀，你才能够去通过行为和改变行动啊，去改变着自己，从而得到心里喜欢的那个东西。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喜欢的也不是东西，只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一个理解，我们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做成自己心里喜欢的那个人。所以下半年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第三组牌的朋友，下半年你的运势啊，金星能量，它是一个很美好很漂亮，然后呢也很有这种，金星也是守护财富的一个能量啊。所以说我觉得无论大家，因为是大众占卜，无论大家心里喜欢的是什么，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真正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每个人的解答都不同，每个人的解答没有对错，那是你心里的样子。而下半年就是让自己慢慢的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去勇敢的追寻自己喜欢的那个对象。这样子的生活是不是更加接近于我们理想的世界呢？是不是更加接近于你最满意的那个感觉呢？这个是我们的神谕卡啊，金星在白羊座。那么今天呢，我们参考的星座能量也很清楚了。今天我们有白羊座，我们有天蝎座，对吧？看一下还有什么样子能量。白羊跟天蝎都是火星守护的啊。那么金星这个是金星守护的金星的能量在这边。那我们今天的星座能量啊，是白羊座跟天蝎座出现在了我们今天的这一副牌卡里面啊。好，那么最后呢，我们今天看的是这个下半年运势嘛。那么我们今天占卜的最后一个环节呢，就是为大家抽取当下你的指导灵给你的重要提示还有建议啊。我们现在一起来看。好，我们来看一下。对，当时我要给大家补充一个能量是什么？就是说，下半年的时候，大家如果是经历这个生活里的，我们去对峙一下。我觉得很多朋友工作当中应该是比较稳定的，财富方面的运势也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大家有可能会经历那种比较热烈的爱情，应该这样讲啊。如果当前大家还想去经历这个爱情关系的话，因为我这边金星在白羊嘛，其实它是有比较强烈的那种艳遇的能量在这边啊，有比较强的艳遇，或者是比较强烈的那种让你顿时感觉到自己想要得到什么的这种感觉。那这个东西既有可能是比方说金钱呐，有可能是这个名誉啊、地位啊、美女啊，或者是帅哥啊，也有可能是一个你喜欢的东西啊，无论这个是什么。所以下半年的时候，大家可以遇见自己的欲望啊，可以遇到自己心里的喜欢。好，补充一下。那么最后
指导灵的提示啊，指导灵给你的提示和当下的建议啊，感恩宇宙。好，我已经抽到这张牌，飞得很远啊。Starfish 这个是海星，直觉 intuition， 请你去聆听你灵魂的真相，少一点的理性思考，多一点的感受。我们这个海星的能量是水，是海洋啊，是水象能量。那么今天指导灵给大家的这个能量的指引是指在了水象元素，它代表着你的灵性和直觉。宇宙希望你能够了解，或者是你的指导灵啊，我觉得当前第3组牌的朋友，你下半年的指导灵会是水象的指导灵，它可能是这个海里的神兽啊，可能是这个海星啊，可能是美人鱼啊等等啊，这种他们要给你的指引和方向就是倾听你灵魂的真相，倾听你灵魂你的直觉告诉你的那件事情，或者是那个方向和指引。那么上半年我们看到是双眼无神的狼，我刚才开始就讲这个狼，它的直觉，它的灵性，这个连接是断开的，是阻塞的。可是下半年大家看到的这个能量，指导灵给你的建议就是疏导这个连接，我们和宇宙的连接，我们和万事万物的连接，我们和自己灵魂，和我们的高我，和我们的真我之间的连接，我们和宇宙之间的连接，这个连接要打通，就像那个七经八脉，我们要打通啊，通了才舒服。那么堵塞的时候怎么办？堵塞的时候就是让自己调整啊，这个东西我们讲身体的一个健康，也有我们灵魂的一个健康。那么第3组牌的朋友，指导灵给你的这个指引和建议就是让自己更加聆听自己的真心，更加聆听自己的直觉。你心里告诉你什么是喜欢的呀？啊，你喜欢什么呀？你想要什么呀？你想得到什么呀？这个东西为什么要去压抑自己的这种欲望呢？为什么要去压抑自己的这个方向呢？你的灵魂明明告诉你，你其实想要的是别的，你为什么要去往反方向走呢？这个所谓的理性的思考是来自于哪里？根据在哪里？是你的教育吗？是你的社会吗？是你的这个家庭生活吗？是你的同事朋友吗？这些东西都不是你，只有你灵魂告诉你的这个真相，这个你是谁，你想要什么，你喜欢什么，才是真正的你呀。所以说下半年指导灵给你的这个提示和重要的建议就是倾听自己的内心啊，跟随自己的内心去做选择，去做改变，那么你的生活就会过得越来越开心，而你人生的这个巨大的疑惑，这个解惑的答案就会越来越我觉得是接近，你就会了解这个答案是什么了。那么你心中的疑惑就会慢慢的拨开这个迷思，好不好？这个就是第3组牌的朋友啊，今年为大家所看2024年的下半年你的一个运势重点。那么希望这些讯息呢能够帮助大家，能够去指引大家，也希望所有第3组牌的朋友能够在下半年过得更加开心，更加的顺遂。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